1982年11月9日晚，冬夜的莫斯科郊外寒风彻骨，在豪华的对岸国家别墅卧室门口，警卫梅德韦杰夫正与往常一样执行着警戒任务。他守卫的正是这座别墅的主人苏联的一把手勃列日涅夫。这只是勃老大众多豪华别墅其中的一幢。他在扎维多沃的小屋就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6栋别墅。这么看来，勃总不愧贵为苏联的伟大领袖。在大多数苏联人还在过着每天为面包而排队的共产主义生活时，勃总替他们默默抵挡着腐朽且罪恶的资本主义糖衣炮弹。今晚站岗的梅德韦杰夫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因为刚才勃老大吃了一些酸凝乳和香肠，吃完没多久他就突然表示嗓子痛，然后大口呼吸，这在梅德韦杰夫印象中是第一次。小梅赶紧询问勃老大是否需要医生，但被勃总拒绝了。他自顾自走进了卧室，连他最爱的时代新闻都没看，就躺在了床上。当晚勃列日涅夫的卧室中异常的安静，但梅德韦杰夫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毕竟勃总这几天实在太累了。就在3天前，已经76岁且病痛缠身的勃老大刚刚在红场凛冽的寒风中主持了纪念10月革命的阅兵仪式。本该休息的他，还在当晚的大型招待会上发表演讲后，与大家举杯痛饮。第二天一大早，另一名警卫索巴强科夫前来交班。梅德韦杰夫将昨日的情况交接完毕后，就收拾东西准备走。但索巴强科夫突然叫住了他，说2人一同去叫醒勃老大再走。当他们走进勃列日涅夫的卧室，索巴强科夫像往常一样去拉开窗帘。之前只要有人拉窗帘，勃总就会醒来，但此刻床上的勃老大一动不动，还以一种非常奇怪的姿势躺着。感觉不妙的梅德韦杰夫上前轻轻摇晃了勃老大的手臂，没有任何反应。他又用力地推了推勃老大，还是一样。2人马上通知了警卫长。很快，安德罗波夫也得到了消息赶来。苏联卫生部第4总局局长恰佐夫到达的时间比安德罗波夫要晚一点，一来就安排了抢救。不过仅仅10分钟过后，就宣布抢救无效，勃老大凉了。但是在3天前还出现在苏联人民面前热情挥手的领袖，怎么就突然凉了呢？勃列日涅夫在他的最后一晚到底经历了什么？他的最后一天又是怎么度过的呢？下面就快订阅 Zero 档案，我们将为您讲述苏联的倒车司机勃列日涅夫最后一天的故事。勃列日涅夫的警卫梅德韦杰夫是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少将，他在其回忆录《站在身后的人》中说过很多关于勃列日涅夫的事，其中有透露说，勃列日涅夫从1974年开始身体就已经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心脏病、白血病、颌骨癌、循环系统疾病等经常折磨着他。如果不是因为他是苏联领导人，能享受到最好的医疗条件，可能早就已经不行了。早在1976年的苏共25大上，勃列日涅夫在台上做报告的时候，当时台下就有医疗团队在时刻待命。而他结束4个小时的报告后，脸色苍白，汗流不止，医生都认为他的身体不能再这样长时间工作了。为了他的健康，医生让他远离烟酒，可勃总的烟瘾很大，实在犯瘾的时候就让身边的人抽，自己则在旁边吸2手烟。虽然平日进行了精心的养护，但1982年的一次意外事件还是让他的健康迅速恶化。这年3月，勃列日涅夫前往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视察，在乌兹别克领导人拉希多夫的陪同下，他们去往契卡洛夫飞机制造厂视察。该厂为了表示欢迎，临时搭建了一个看台，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周围欢呼。勃列日涅夫本来非常高兴，可临时看台不知怎么突然倒塌，即便警卫反应迅速帮忙，挡住了许多碎片，可勃老大还是被砸伤了。这次视察之行匆匆结束。尽管后来克里姆林宫发出公告表示勃列日涅夫的伤情并不严重，就是受了点惊吓，但事情远没这么简单。不久，勃老大突然患上严重的中风，此后就很少公开露面，每次出现时身边也总有医生。而1982年11月7日主持的10月革命阅兵仪式，
更加速了他身体状况的恶化。当天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勃列日涅夫都在红场忍受着寒风，他还要时不时向群众招手。仪式结束时，他都抬不起手来了。8年前在室内做报告，他都累到不行；8年后，本来情况就恶化了，他还在室外承受着寒冷，这无疑对他身体损害更加大。按照常理，严重透支了体力就该好好休息，但勃列日涅夫晚上依然参加了大型招待会。在进行了一番演讲后，他向众人举杯，第一杯献给苏联缔造者列宁，第二杯则是祝大家都身体健康。但勃老大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身体已经很不健康了。1964年10月12日这天，正在黑海悠闲度假的赫鲁晓夫突然接到了一通千里之外的莫斯科来电。电话那头的声音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很熟悉，是自己的小跟班勃列日涅夫。但不熟悉的是电话那头的语气。小勃之前一直对自己非常客气，而这一通电话却让赫鲁晓夫听出了阵阵寒意。勃列日涅夫要求赫鲁晓夫在第二天的时候回到莫斯科解决农业问题。电话挂断后，赫鲁晓夫就立马感觉到了不对劲，他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这么快就准备对自己动手了。可惜的是，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翻牌的机会。但即使如此，他也想再碰碰运气，看能否扳回一局，所以他在第二天时如约前往莫斯科参与会议。恐怕就连赫鲁晓夫都没有想到，离自己的政治生涯终结只剩下10天。果然如赫鲁晓夫所料，在大会上根本没有讨论什么农业问题，迎来的是会上其他人对自己一通劈头盖脸的指责。赫鲁晓夫是苏联政治场上的老手，他明白这压根就不是探讨农业问题的时候，而是要进行一次权力的更迭。而在当时的苏联，赫鲁晓夫的口碑的确没那么好。首先是赫鲁晓夫在执政后干掉了贝利亚。当初在斯大林刚去世时，苏联一共有3大接班人，分别是贝利亚、赫鲁晓夫以及马林科夫。但马林科夫又被贝利亚操控，所以此时是2-1的局面。而赫鲁晓夫通过某些秘密的方式直接秘密审讯贝利亚，在审讯结束之后，贝利亚直接被宣判永生并立即超度。据说贝利亚痛哭流涕，祈求得到宽恕，但法庭驳回了请求。但贝利亚不仅仅是一个人，他的背后有一个秘密团队——苏联的克格勃。得罪了克格勃，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后赫鲁晓夫的信息不通畅和不对等埋下了隐患，也为赫鲁晓夫的悲剧埋下了伏笔。赫鲁晓夫在稳定政权、平掉自己的政治对手之后，又开始对当初为自己站台的朱可夫动手，这让军方人员寒了心。作为卸磨杀驴的主导者之一，赫鲁晓夫在军方以及情报方面明显落后于勃列日涅夫。单单是这些还不足以让赫鲁晓夫兵败如山倒。赫鲁晓夫也算是一个改革派，当时他已经敏锐地发现苏联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其中属官僚作风的问题最严重，如果不处理的话，那么苏联将会遭遇灭顶之灾。赫鲁晓夫果断地取消了所谓的干部终身制，这一举措可以说是切准要害，但同时也动了官僚集团的蛋糕。于是赫鲁晓夫一下子把自己推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对立面。作为这次会议的始作俑者，勃列日涅夫自然是有很多话想说，所以他第一时间站出来对着赫鲁晓夫说道：“你的行为是不可以理解的。”紧随其后，周边的一些人也开始说道：“你做了那么多错误、糊涂且愚蠢的事情，是如何能够被获得原谅的？”在面对众多的批判和指责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滑稽的事情，那就是控诉赫鲁晓夫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当天的会议压根没有办法举办完毕，需要延迟到第二天。这个时候有2批人非常有头脑，其中一批人不单单是唱白脸，也唱红脸。他们暗示赫鲁晓夫，你只需要把手中的权力全部都交出来，回家退休玩去就行了，没人会管你的。这件事情咱们上不了门面，差不多意思就行了。话里话外都是让赫鲁晓夫交出自己的权利。而另外一部分人则非常担心，会议一旦延期到第二天，赫鲁晓夫万一晚上摇人怎么办？
毕竟当初这家伙就是靠着笼络军方的朱可夫帮他站台，才坐上老大哥的位置。这次如果他再打个电话叫来军方的人参与到此次事件当中，那么这一次政变夺权就会以失败告终。这个时候，克格勃站出来告诉大家不用担心，赫鲁晓夫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已经被我们掐断了，一个电话都打不出去，可以让会议延期到第二天。于是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有了那一场非常诡异的欢送会。会场上的人一致对外说，因为赫鲁晓夫年龄大了，身体不好，所以主动请求退休。而当时参与的主席团经过合理合规的评审，一致决定同意赫鲁晓夫退休。国不可一日无主，群龙不能无首，所以在当时就有了谁当苏联的下一任权力继承者的问题。面对这个争执，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勃列日涅夫。选择勃列日涅夫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实在太过于平庸，对大家都构不成威胁，活脱脱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而选择一个相对平庸的人，能够被大家牵着鼻子往前走，这样的话对谁都好，都可以体面的在苏联这个大家庭当中谋取个人的利益。这件事情非常滑稽，即便赫鲁晓夫下台，他也没有因此而憎恨勃列日涅夫，因为赫鲁晓夫自始至终认为勃列日涅夫只是此次事件的参与者，而不是组织者。赫鲁晓夫万万没想到，这个浓眉大眼、看似忠诚的勃列日涅夫竟然会背叛自己。但不管怎样，赫鲁晓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被迫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成了苏联的退休金领取者，每个月可以领5000卢布，但是给他保留了克里姆林宫食堂以及医疗、别墅、轿车的待遇。从前跟在赫鲁晓夫身后的小勃摇身一变，成了苏联的最高领袖，谁见了都得喊声勃总书记。而勃总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赫鲁晓夫定下的党代会改选1/3成员的规定，间接恢复了领导干部终身制。这对于勃列日涅夫能坐稳最高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这让屁股坐得高高的苏联高官们都相信，这个平庸的小勃比起之前那个发神经废除干部终身制的赫鲁晓夫要靠谱多了。勃总上台后做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否定之前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在斯大林的雕像和画像从苏联街头被撤下10年之后，勃列日涅夫的雕像又在各地被矗立起来，苏联人民再一次嗅到了似曾相识的政治气味。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勃列日涅夫，与前任老大哥一样，喜欢搞个人崇拜。在电视荧幕上的勃老大总是穿着挂满勋章的军服出现，他经常让人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自己也给其他人颁发勋章，所以人送外号勋宗。在外界看来，勋宗接手后的苏联是一个盛世，至少在表面上看如此。勋宗时期的苏联3天2头就和美国搞军备竞赛，今天比飞机，明天比火箭，你发1颗卫星，我就送2颗上天。今天苏联刚宣布自己的探测器上了月球，明天美国就宣布已经在月球迈出人类的第一步。不得不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军工和航天工业发展还是非常迅猛的，但是民用的轻工业发展却处于非常低下的水平，这导致民用电器的故障率非常高。在当时的苏联，电视机爆炸事件经常发生，很多人经常开玩笑说苏联生产的电视机应当送给敌人。但当时苏联的问题并不只是电视机会爆炸这么简单，在盛世的外衣下隐藏着许多更严重的问题。其实在勃总刚被推上台不久，还是做了一些改革的，其中包括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实行经济核算制，用利润刺激企业和职工，还有实行产品批发价格的改革，让企业和职工老有所得。这些改革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正因如此，在勃总执政最初几年，苏联的经济增长很明显，1966年到197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7.4%。但是眼看着苏联就要迎来复兴，东欧那边却出事了。1968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爆发政治民主化运动，让苏联感觉到了危机。
当时是冷战对抗的时候，苏联怕捷克斯洛伐克离家出走会引起东欧的格局变化，于是苏联和华约国家组成的20万军队武装进入布拉格，逮捕反对派领袖杜布切克，几十万捷军全部投降。经此一事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排斥任何学习西方的改革。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只有坚守斯大林留下的遗产不动摇，才能保护苏联的胜利果实，更准确地说，是保护苏共高层的胜利果实。1971年开始，苏共不允许说改革这个词，开始用完善替代。改革的意思是以前有问题，需要大改，而完善的意思就是以前没有问题，只需要在旧框架上修修补补就可以了。博总的一系列骚操作下来，导致之前已经得到自主权的企业又变回了计划生产模式，变得更没有效率。他们不断降低产品的质量，以此来换取国家高昂的收购价格。这中间的价差便是旧制度利益集团的利润。所以苏联才会出现卫星可以上天，家里的电视机却经常爆炸的奇观。因为企业的责任变成了按时按计划交出产品，产品质量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至于人民看电视的时候电视爆炸，这关企业什么事？反正企业领导也不买国货。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军费上，和美国进行对抗，使苏联成为霸权主义国家。但有钱不是因为苏联当时的经济发达，生产搞得好，而是因为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当时的世界市场非常急需石油和天然气，因此苏联获得了大量的绿票子，花钱把圣彼得堡莫斯科布置成了共产主义的橱窗，让人能看到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亮丽的共产主义橱窗背后的苏联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苏共干部的腐败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官员腐败问题达到了顶峰，而这与博总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苏联的官员们都知道博老大绝对是个老好人，因为他从来不严厉要求属下，即便干部犯错误，他也只是稍微批评两句，很快就能在异地官复原职。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干部们有恃无恐，把地方和部门打造成自己的独立王国，而他们就是独立王国里的国王。叶利钦曾经回忆，苏联州委书记的一句话就是不折不扣的法律。在博总的治下，苏联的官员们能一辈子做官，还没有丢掉权力的风险。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只猪都能飞上天。那些早年间认识勃列日涅夫的人，基本都鸡犬升天，即便因为能力不足以掌权，起码也能保证级别够高。来自摩尔达维亚的茨维贡做到大将和克格勃副主席，切尔年科则升迁为办公厅主任，管理一切机密文件和档案。后来谁想见勃列日涅夫，必须经过切尔年科，他实际上就是苏共的大内总管。他的儿子尤里啥本事没有，年纪轻轻就是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女婿丘尔巴诺夫只用10年时间，就从小职员做到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整个苏联俨然成了勃列日涅夫的家天下。上行下效，既然博老大都这么干，下面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也有样学样。虽然他们不能像博总一样当皇帝，但是他们可以捞钱。从1965年起，复辟成功的苏共干部彻底放飞自我，大规模在郊外建别墅，并且利用职权把单位的轿车化为己有，于是他们成为常年住在郊外的特权阶层。他们的工资当然不能支撑他们的花销，但是苏共干部的花销完全免费。他们只要按时上班，就可以享受丰盛的1日3餐，而且有数百页厚的食品手册供他们选择，吃不掉还可以带回家里囤起来。而城里的苏联人想吃一根香肠，都要排几百米的队伍。谢洛科夫在17年内务部长任内贪污了不计其数的别墅，其中一个别墅里名贵地毯就铺了7层，床下堆满了名贵油画，因为实在没地方放。他每年给家里女性买花就要花掉将近2万卢布，而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百卢布。当然，谢洛科夫的花销都是记在内务部账上的。一人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从本质上来说，勃列日涅夫的上台
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复辟。他知道改革的后果是每个人都不得好死，国家有颜色革命的危险。他能做的就是和既得利益集团一起守住苏联的1亩3分地，而这个立场导致他没有意愿，更没有动力整顿，更何况他才是苏联旧体制的最大受益者。而在这种环境下，勃列日涅夫时期表面上的繁荣，实质上是虚假的泡沫经济。苏联解体后，很多经济数字都被解密，真实的数字并不像苏联官方之前宣传的那样好看，只不过因为当时苏联的国家统计局、媒体宣传都掌握在集权者手里，他们想如何粉饰太平，都是一句话的事。号称共产主义天堂的苏联，内部其实已经千疮百孔，从根子上烂透。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一个叫做对岸的国家别墅中突然离世。之所以说突然，是因为就在3天前，他还出席了10月革命的盛大阅兵式，并且还在主席台上坚持了很久。那时众人并没有发现他的异常。勃老大的突然挂机引发了苏联内部的巨大争议，甚至当初搞出了许多阴谋论，矛头直指安德罗波夫。据苏联卫生部第4总局局长恰佐夫所说，当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上班，还没走进办公室就接到了政要部门的电话，对面称总书记需要急救。于是他马上搭乘前来接人的汽车，在秘书的指引下，过了12分钟就到达了对岸别墅，这个时间是8点15分左右。他进勃列日涅夫的卧室后，发现博士的警卫索巴强科夫正在给总书记做心脏按摩。不过恰佐夫只看了一眼就断定总书记已经去世几个小时了，再抢救也于事无补，但样子还是要做一做。经过一阵看似卖力的抢救后，医生宣布博总彻底凉了，准确的来说应该是早就凉了，刚才的抢救只是象征性的。苏联第2号实权人物安德罗波夫很快赶到，当他看到勃列日涅夫的灵体时，瞬间脸色苍白，浑身颤抖，旁人与之交谈都被忽视了，似乎有什么心事。等他平静下来后，所有人才一同站在床前向勃列日涅夫告别。由于安德罗波夫的表现较为反常，且克格勃上校、勃列日涅夫的警卫长斯多罗诺夫透露，勃列日涅夫在人生最后一次参加中央全会时，已经拟好了离职报告，准备将自己的权力移交给谢尔比茨基，但博士突然去世后，继位的却是安德罗波夫。因此当时很多人怀疑是安德罗波夫暗中下的手，但是勃列日涅夫的警卫梅德韦杰夫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11月9日这天，梅德韦杰夫一直在勃列日涅夫身边，当着勃老大先在克林姆林宫处理公务，随后休息了一阵，下午与安德罗波夫进行了一番会谈，随后返回对岸别墅。当晚勃列日涅夫吃了酸凝乳和香肠，吃完没多久他就突然表示嗓子痛，然后大口呼吸，这在梅德韦杰夫印象中是第一次。梅德韦杰夫询问是否需要叫医生过来，勃列日涅夫拒绝了，就自顾自走进了卧室，连他最爱的时代新闻都没有观看。当晚勃列日涅夫的卧室中异常的安静，梅德韦杰夫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之处。第二天清晨，另一名警卫索巴强科夫前来交班，梅德韦杰夫将昨日的情况交接完毕后，就收拾东西准备走，但索巴强科夫突然叫住了他，说二人一同去叫醒勃列日涅夫再走。当他们走进勃列日涅夫的卧室，索巴强科夫像往常一样去拉开窗帘，之前只要有这个动作，博士就会醒来，但此刻床上的人一动不动，还以一种非常奇怪的姿势躺着。感觉不妙的梅德韦杰夫上前轻轻摇晃了博士的手臂，没有任何反应，他又用力地推了推博士，还是一样的结果。二人马上通知了警卫长斯多罗诺夫，很快安德罗波夫也得到了消息赶来。苏联卫生部第4总局局长恰佐夫到达的时间比安德罗波夫要晚一点，一来就安排了抢救，不过仅仅10分钟过后就宣布抢救无效，一个时代就此结束了。勃列日涅夫刚上台的时候，被认为只是过渡性的人物，但这一过渡就是18年之久。平平无奇的他成为了苏联的领导者后，
其领导风格变得激进，采取了集权的政策，并对其他国家展开争霸。勃列日涅夫的能力实际上并不如人们期待。在政变之前，人们只是希望他稳住局面，没有想到他会如此积极地争夺权力。他迅速集中了权力，将所有的掌权者都清除，展现出强烈的个人野心。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开始陷入内外交困的状态。他采取的集权政策和激进的对外政策，使苏联解体的弊病逐渐显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力达到顶峰，但是固有问题却积重难返，苏联迅速衰落。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一是加强了控制，二是有了大量的美国票子，以此来装潢门面，维持经济运转。最初几年还是比较好的，过了3-4年就每况愈下，经济增长只有1%左右，每年用黄金储备购买粮食也越来越多。更由于打阿富汗战争，把整个国家都搞垮了。所以应该讲，勃列日涅夫真正是苏联走上解体的道路，把苏联推向死胡同。如果不能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全算在他头上，他也至少贡献了一半的力量。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耗尽了斯大林体制的最后潜力，却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遗产，只有数不清的危机。平均年龄70岁的苏共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68岁的中央书记们，为了安排职位而扩张3倍的臃肿党政机构，近千万不用换届的党政干部。苏联剩下的只有死气沉沉的经济和财政，全靠卖石油和天然气吊着一口气。其实继任者安德罗波夫的能力很强，他上台1年左右的时间里大力反腐，苏共中央、政府部长和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官因受贿或渎职被撤换的有90多人，150个州级领导人中有47个被撤职。他还允许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狠抓职工劳动纪律，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并且他看到了苏联太过偏科，因此大力扶持轻工业和农业。经过他的努力，1983年苏联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在此之前苏联已经连续多年增长速度下降。所以安德罗波夫被很多苏联人视为中兴之主。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接受采访时也说过，如果安德罗波夫没有在1984年2月因病去世，他的改革能一直持续的话，苏联可能不会走到最后一步。但历史不能假设，安德罗波夫的下一任切尔年科也是当政13个月就病逝，最终由戈尔巴乔夫接过了苏联这艘腐败陈旧的大船。而乔夫同志也在某次度假中遭遇了与赫鲁晓夫当年同样的被逼宫戏码，只不过那是在苏联上演的最后一次逼宫。